就因为这次小意外，她居然怀了财阀公子的孩子，恰好那个有钱家族的儿子又是家里唯一的继承人，为了家族延续，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原地结婚。普通女孩嫁进了豪门，从此过上了奢华的生活。但没过多久，美英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房间，她出于好奇心打开了房间里的投影机，里面放的就是李健和前女友的录像。观看视频时，两人的幸福融洽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美英心情很纠结，突然李健进来了，他发现美英正看着自己的视频，李健生气地训斥了美英。他接着把文件给了美英，令美英意想不到的是，这竟然是一份离婚协议，上面明明写着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会自动离婚，孩子将由李家抚养，李健将赔偿10亿美英币。看到李健这么冷酷无情的样子，真是让人无法接受。美英很难过，她说她同意结婚是因为她想保护孩子和家乡小岛，并且她认为季健是一个值得信赖一生的人。可是现在李健的做法让她很难接受，她伤心地签了协议，但她却取消了10亿的赔偿款项。我结婚不是图钱，并且还给李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那就是孩子由他自己养。但李健却很难接受美英的条件，因为他们没有达成一致，所以季健仍然对美英心怀怨恨。就连发现奶奶给两人准备的是情侣睡衣时，我都吃了一惊。李健会迅速脱下这一家44+48的8块腹肌，让美英吓傻了。不只是这样，他也没让美英睡床上，美英却睡在沙发上了。为了报仇，想给那个制造意外的人一个教训，李健马上就把美英家乡的岛上工厂卖给了别人。然而尽管李健这么瞧不上美英，但是当美英的妈妈打来问候时，为了避免让李健和王会长尴尬，他还是会忍着委屈说李健对他很好，自己像公主一样被照顾。而李健也看到了这一切，他开始明白那一场意外和美英无关。与此同时，王会长开始将美英视为珍贵宝石，对美英寄予了很大期望。听说李健让美英睡沙发时，他还狠狠地训斥了李健，却以没感情为借口，坚决不和美英同床。为了让他们感情更好，所以王会长只能假装生病，并告诉他们我已经帮他们报名了胎教课程，如果能有人陪我去。他毫不遗憾地走了。李健知道奶奶在假装生病，为了让奶奶感到安心，还是和美英一起去了胎教班。等到上课时候，其他夫妻都在努力学习，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作，于是老师就把他们请到了前面，让他们成为全班的模特，这迫使他们必须认真对待。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的是，丈夫很快就要给妻子进行胸腺按摩课程。其他相爱的夫妻马上开始行动，但对于没有感情的人来说，这真的很尴尬。李健只能隔空拿物品，看到他们的炫耀的动作，老师吓了一跳，差点没夹住农家肥，于是老师立刻上前指导。这下两人完全傻了眼，面对这样的景象，大家都被吓到了。为了躲避尴尬，妻子只能撒谎说自己肚子不舒服，然后离开了孕妇教室。胎教课一结束，李健立刻告诉美英，他们以后不需再来上胎教课了，因为他奶奶假装生病，他来上课只是为了表现好。然而美英却表示，尽管他们在一起有些尴尬，但是能和孩子的爸爸一起上胎教课，他很高兴。李健听后心里很受感动，然后美英单独回家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碰巧遇到了隔壁的丹尼尔，碰巧丹尼尔在装修咖啡店，于是美英就一起帮忙了。晚上，丹尼尔把美英送回了家，然后李健正好目睹了这个场景，这让李健特别生气。看到美英手臂上贴着创可贴，李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而丹尼尔则说，我是个住在美英的邻居，老兄，美英在自己装修的时候不小心弄脏的东西，看他们关系这么好，李健没怎么说，但其实他心里挺嫉妒的。他回到家后就拿起丹尼尔的户口本，的家人亲切地打了个招呼。就在他和助理通电话的时候，浴室里有人惨叫了一声，李健赶紧去看，浴室里的花洒看起来变得很漂亮，四处洒着充满回忆的洗澡水。李健吓傻了，他急忙滑行冲向浴缸，然后他们开始了激烈的花洒对决，打了300个回合，最后费了好大劲才关掉了淋浴喷头。问了才知道，美英洗完澡后准备冲刷一下地板，没想到结果却这么糟糕。看着美英像落水鸭一样湿透了，李健匆匆拿了浴巾把美英包裹住了。而李健这么细心的样子也让美英感到了一丝温暖。在这几天相处之后，他们俩的感情也慢慢变得更好了。很快就该上胎教课了，为了不尴尬，这次美英没叫李健，没想到这次李健居然自己来了。在两人默契的合作中，他们还给即将出生的宝宝亲手做了一件宝宝衣服。看这件可爱的婴儿衣服，美英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亲切。到了晚上了，李健回到家，满意的欣赏两人的成果，他也感到非常骄傲，就迷迷糊糊的宠爱了。看着美英熟睡在沙发上，刚好美英翻盘了，李健一把接住了美英，然后他就直接把美英带回了房间，然后小心地放在了床上。这时他注意到美英手上的创口贴，他顿时吃了柠檬，毫不犹豫地把创可贴扯了下来，然后他又重新贴上了自己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趁着美英还没醒来，拿出手机给他们拍了第一张合照。很快，美英妈妈去城里参加别人的婚礼，可是美英却不好意思让李健帮忙，所以没有给李健通知。就在他思考如何跟妈妈解释的时候，没想到李健已经挤进了大妈们的队伍里，
还一直跟着一群大妈们走，艾瑞巴蒂的节奏一直来回晃动。看到这个超魔幻的场景，美英惊讶的嘴巴都掉了，所以美英也融入了热情的人群，跟上凤凰传奇的节奏，我狂欢了起来。结束后，美英妈妈对李健也特别疼爱，美英见到李健和妈妈相处的这么好，真是高兴极了。然而就在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李健突然接到了个电话，他之前把美英家乡岛上的工厂卖给别人了，但现在有人打算把那个地方变成垃圾处理厂，美英恰好就站在他背后，李健吓得手机都掉了，于是美英不自觉地帮李健捡起了手机，没想到李健为了躲避美英的发现，一招打中了美英。我自己里面有一个炙热的胸肌，温度高达42度。这突然的撒拉黑气氛吓坏了美英，她赶紧乱七八糟地问李健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但是李健意识到自己的过于激动的行为后，他也急忙释放美英，还问美英为什么要悄悄地从背后拥抱自己。美英有点懵，差点没明白过来。为了避免手机声音被美英人听到，李健一边踩着手机一边离开。美英觉得自己嫁给了个白痴。第二天到了，为了拯救美英家乡的工厂，李健立刻冲进对方公司，毫不犹豫地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态度，转身就扇了助理一个大嘴巴，再次表明了非常坚决地收回工厂的立场。在他强硬的手段下，对方无奈答应取消约定。然而他意识不到的是，他听说了这件事很快。为了破坏李健和美英的友谊，李龙把岛上工厂改造成了新样貌，把垃圾场的消息匿名告诉了美英。美英听到后很伤心，她完全搞不定这件事，了解一下李健是什么样的人，于是他就和旁边的丹尼尔发泄了。正好李健过来找美英了，丹尼尔要测试一下李健对美英的真心，他就拉着美英走了，紧紧包裹着自己火辣的胸肌。发现自己的配偶权被侵犯了，李健立即走过去和丹尼尔争吵起来了，而美英伤心的离开了。李健很糊涂，为了讨好美英开心，李健订了一个超大的蛋糕，准备和美英一起交流。没想到美英竟然把所有嫉妒一起打包了，继续讲李健乱七八糟的事情，责备完就走了。李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感到很不开心。他一边吃着蛋糕，一边松了口气，觉得终于自由了。但实际上他很担心美英，整晚都没闭眼。他一直盯着手机，想收到美英的信息。美英本想回家，可是突然来了个丹尼尔，在丹尼尔的劝说下改变了主意。美英不想回娘家了。同时李健违约，要赔很多违约金。理事会知道后，就对李健提出了解雇的提案。为了应对这个危机，李健找了世界一流的设计师合作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们找来的设计师竟然是丹尼。李健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丹尼尔坦言他和李健合作完全是为了追求欧美市场。李健听到之后就被激发了胜负欲，庆中立即和丹尼尔私下进行竞争。马上二姐和姐夫来看美英了。为了不让二姐夫妇发现他们睡在不同房间，两人快速的把屋子整理了一下，差点累坏了。然后他们还带着二姐一起去了。一对夫妻在城里观光了，看二姐和姐夫这么和好，美英非常感慨。她终于忍不住问李健，为什么卖掉他家乡的工厂给垃圾场了。李健原本想说明，没想到二姐夫妇居然听到了，他们立刻变得暴躁了，没多想迅速与李健展开激烈争斗。就在人们争执的时候，突然二姐肚子疼了，她马上抓住了李健的毛衣，李健瞬间疼得脑门都往后退了2厘米。就在这一团乱麻的过程中，李健终于费劲说出了他没有卖工厂的事实。没想到二姐居然在众人面前演起了小孩子的样子。但是游轮上没有一个医生，于是妹夫李健只好让身边的亲人们一起动起来。他们关上了窗帘，然后又建了个简单的手术床，然后小心地把二姐放到了台上。得知观光游轮还需要20分钟才能停靠，李健决定不再无止境的等待。他立即用领带制作了一条绳索，让二姐抓紧。然后他还利用了9年义务，学到很多科学理论，开始测量宫缩间隔时间。得知老二快要生孩子的消息后，他马上为二姐加油打气，让二姐尽全力。这个超现实的场景，姐夫扫了一眼就趴下了。但是李健完全不受影响，让美英马上接替。看看胎儿的情况，在3个人合力施展魔法的情况下，宝宝顺利降生。然后家人们都来到了医院，看着孩子这么强壮，家人们经常夸奖李健。而且美英还从家人那里听说李健在家乡建了个居民中心，美英立刻感到超级开心。而李健抱着怀里的孩子也感受到了家庭的幸福快乐。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李健喜欢美英的程度越来越深了，他开始在意美英，让美英去卧室睡觉，而他和美英互换了一晚上沙发。还有更重要的是，当他看到美和英在一起时，一个人给胎儿读童话故事之后，他也热情参与其中，以感性的方式演绎了童话，令美英捧腹大笑。这个热闹愉快的场面，李健已完全喜欢上美英。但美英明白这只是自己的愿望，于是他就给李健发了个短信，表示我会按照离婚协议执行。李健收到信息后，他立刻赶到了美英身边。美英对他来说有一定的意义，他也会珍惜他俩在一起的时间。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因为腰疼痛而跌倒在地。等他稍微恢复一下，建议让李健睡床比较好，他去沙发上睡觉了。但是李健不让他这样做，还说床对孕妇是最合适的。但是美英又舍不得让腰痛的李健睡沙发，然后两人通过推理应用牛顿第3定律，他们决定一起睡在一张床上。
但为了不破坏社会和谐，他们还约定了一条默契规定，要像木偶一样入睡，没人可以谈论一些无法解释的事情。两个人马上躺下来，然而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，他们的目光交汇了。此刻，美英对萨拉黑那强烈的心跳感到无比动容，于是她决定去睡沙发，但是李健还是把她拉了过来。在李健的坚持下，他们最后真的像木偶一样沉沉的睡了一晚上。随着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，李健对女友越来越有愧疚感，他已经订好机票了，打算向女友坦白实情。很快以后，李健和美英又一起上胎教课了，现在他们越来越默契，而且他们还给宝宝起了一个奇怪的名字。然后他们去了公司，这时李健突然起了个念头，决定带着美英一起进入公司。美英本想悄悄地跟在李健身后，不要给李健增加压力，没想到李健突然牵住了她的手，让她跟着我走。美英瞬间就感受到了老板的存在，夫人身份让她感到很幸福。就在他们来到李健的办公室时，突然来了李健女友，美英的幸福感被彻底摧毁了。世罗将李健拥入怀中，此外还带着一副幸福满意的表情。美英顿时感到很尴尬，她急忙转身走掉，但是李健却拦住了她，计划向世罗坦诚我们的关系。但是李健没想到美英会打断他，我是李健奶奶的助理，并且自我介绍。然后他叫了李健过来，让李健暂时别对世罗坦白我们俩的事情，他担心世罗刚回国会感到困惑，他希望李健事先准备充分再讲出来，这让李健非常感动，又有点矛盾的样子。然后美英就狼狈的回家了。这天晚上他睡不着，他等了一整晚都没有等到李健回来，而李健则心里感到内疚不安，一直陪伴世罗。第二天，李健终于决定了，他打算等世罗采访结束后就向世罗坦白一切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，他匆匆赶到医院，才发现美英的妈妈得了胆结石。这时美英也到了，于是李健就把美英带回了家，撑着伞刚刚走进家门，没想到世罗竟然出现了。他正准备带着礼物去看李健的奶奶，面对这让人很想回家的美丽景色，这次李健决定不再逃避了，他向世罗坦诚了他和美英的关系。英美感到十分内疚，以至于不敢直接面对全世界，而世罗一下子就变成了绿茵茵的风油精草地，手里的雨伞掉地了，吓了个大跳，然后他就雨淋淋的伤心离开了。回到家，李健看着他们曾经幸福的画面，我记得世罗说过要和我结婚。李健非常伤心，他眼泪如泉水一样不停涌出来，但他清楚自己不能再辜负美英。而此时美英内心痛苦不堪，因为他破坏了李健和世罗的美满关系，他变成了一个坏人。就在两人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，李健的同父异母弟弟叫李龙，为了让李健和美英分手，争夺家族财产，他们拉来了一帮记者，开始传播谣言说美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统治，偏偏要和李健要了个孩子。突然间，恶意诋毁美英的报道像病毒一样广泛传播，李健发现了，马上让助理尽一切可能取消新闻报道。同时，王会长想巩固李健家族的地位，于是决定公开美英宗孙夫人的身份，和美英一起参加了宗族的慈善晚会。这么说，现在关于美英的谣言已经疯传开来。就在王会长走后不久，周围的女人马上开始背后议论他。虽然美英觉得很不开心，但是她却忍耐了下来。就在她要走的时候，世罗的好朋友阻止了她，他果断地把雷碧泼在自己脸上了。美英立刻变得狼狈不堪。但是还没有结束，她又在这里碰到了前男友。前男友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美英进行了攻击，竟然上了台，对着广播就开始抨击美英。然后美英意外怀孕，李健孩子的事情被曝光了。就在美英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李健来了，前男友吓得差点掉头跑，瞬间就乖乖了。而李健就平淡地开始讲述两人相遇的经历，对美英进行了一番深情表白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感动了。然后李健带着美英去了江边，聆听凤凰传奇翩翩起舞。在李健的指挥下，烟花浪漫地绽放起来，看来撒拉黑的氛围已经非常棒了。于是李健立刻行动起来。回到家后，他们俩躺在床上，感觉有点尴尬。李健解释说自己刚刚血糖有点低，突然想来点甜食，希望美英的朋友不要误解，而他们则表示理解，毕竟长得这么可爱嘛。于是他们决定继续装睡，但是李健内心深处的魔鬼却不停地翻腾，那个坏坏的小手也开始了。我想追求美英，但被李健9年培养的高尚情操阻止了我，但是心里却感到不安。他一边睡一边还在可爱地颤动着。美英立刻油然而生了悔意，对李健也越发舍不得。第二天，美英陪同李健出门，这时候李健却拼命指着自己的脸蛋示意。美英以为自己脸上蹭了点东西，等李健开玩笑说他有点傻乐，美英才意识到，他立刻亲了李健一下。这个场面太甜蜜了，连后面的大铁们都差点得了糖尿病。中午时分，美英的妈妈们的餐馆刚刚开业，李健也在餐厅里积极的帮忙给美英搭把手，两人忙翻了，时不时也要秀一下恩爱，简直就像一对神仙夫妻。就在两人放肆的谈恋爱的时候，李健的前女友找到了外国男友，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持怀疑态度，因为他觉得李健的动机是因为孩子只能留在美英身边。其实李健对美英并不是真的感兴趣，还说他们的婚姻对他们来说很重要，对双方来说都是伤害，他们并不是因为撒拉黑而在一起的，所以希望美英别再伤害李健。
美英听后对他们的感情也开始怀疑了，还以为自己毁了别人的好日子。当他回到家看到李健时，他又开始念念不忘地想起李健了。为了避免对李健产生太多依赖，他开始故意疏远他，甚至在给李健准备爱心午餐时，他变得越来越敷衍了。但是他越想远离，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李健的存在。李健和他家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李健甚至还背地里给姐夫提供了开店的资金。美英得知后立刻崩溃了。很快，美英和李健一起参加了一个慈善拍卖会。他们完全没料到的是，杯子上写着他们孩子蛋蛋的名字，竟然变成了拍卖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李健的继母想让美英难堪，故意搞来的。就在美英觉得丢脸的时候，丹尼尔首先开价100万，因为丹尼尔是全球著名的设计师，在他的引领下，狗蛋杯的价值突然飙升，大家都想赢得这个杯子。为了帮美英保住狗蛋杯，李健拼尽全力，最后报价为3000万。发现李健付出的越来越多了，美英再也受不了了，她泪流满面的离开了会场。李健马上追出去问他怎么了，美英叫李健不能太宠自己，否则他会变得越来越贪心，越来越不想离开李健了。可是他们只是一纸婚姻契约，所以他不敢指望那么多。没想到的是，在这个时候，李健却突然把他拉过来了，然后疯狂地搅拌在一起了，吃饱喝醉。因为太过晋级，两人坐在台阶上发了半天呆。这时除了一句你真厉害之外，两人都害羞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回家后，李健内心的恶势力再度复活，坏人正准备对美英下手，美英突然扑倒抱住了他，这让李健更难控制。看着和谐社会要被破坏了，美英突然叫出了宝宝的名字，他们在睡梦中响起了。李健吓得小辣椒马上缩回肚子里，他立刻清醒了。李健为了舒缓情绪，喝了足足2吨1982年的酒，自来水终于冷静了。第二天到了，心力交瘁的李健前往医院找心理医生寻求帮助，并告诉医生他的体健康状况。有个坏心眼的我藏在这里，这种疯狂的行为让人大吃一惊，医生吓得我头发都往后退了。得知李健有了个心仪的对象后，医生表示喜欢某人并有欲望是很正常的，为了让李健保持冷静，要做以下处理。于是医生建议李健多锻炼，看一下5年高考3年模拟，一用这招就完事了。李健比取经回来的唐僧还冷静，同时两人的爱情经常出现在报纸上，不知不觉他们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爱情楷模，这让李健感到很高兴。两人的感情很快变得更加亲密，他们从此天天腻在一块。为了让孩子过得更好，他们还一起去了宝宝用品店，给孩子提前买了很多婴儿用品。到家后，他们立刻把购买的物品布置好了。经过他们的付出，原本浪漫的2人世界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温馨的家庭。就在两人交谈时，他们突然发现两人居然同一天过生日，两人对此十分惊喜，觉得他们之间的缘分真是太巧了。为了庆祝两人生日，美英专门为李健画了一个和狗蛋一样的杯子，而李健则提前预定了餐馆。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两人生日当天的浪漫活动。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两人幻想着美好未来的时候，李健的继母无意中进入了一个封闭房间，发现了他们的离婚合约。后妈高兴坏了，她马上找到了伙伴，开始策划夺取继承人的阴谋。很快就，李健和美英假结婚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，家族长辈们很快来到了李健家，对李健进行了追责。面对这突然的打击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王会长简直不可思议，他就问他们是不是被冤枉了，但是美英不敢否认这是真的。王会长听了差点晕倒，和李健一起玩降龙十八掌，家人们乐翻了。就在混乱不堪的情况下，美英妈妈也听到消息来了李家，然后就把季健狠狠地骂了一顿。尽管美英和李健求了好久好久，他们之间真的有感情，但是美英妈妈认为李健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家庭关系，坚决把美英带走。此刻幸福生活瞬间消失了，而此时他们假装结婚，这个丑闻早就传得沸沸扬扬，许多记者聚集在李健的家门口。李健的奶奶也因为太失望而生病了，眼睁睁看着自己闯下的大错，李健后悔极了，于是他不断向奶奶道歉，并向奶奶坦白了自己和美英的感情经历，而奶奶也理解并同情了李健的做法。就在李健困惑时，助理又过来告诉李健，因为假结婚的丑闻闹得很轰动，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关于诽谤团体的报道，公司的产品也被抵制，现在整个公司的运转很不稳定，希望李健能尽快处理。然而面对助理的工作汇报，李健完全没在听，因为他完全忘记了今天是美英的生日，他不想错过他们俩第一次一起过生日。为了规避门口困扰的记者，李健和下属们装扮成学生，可是还是被记者包围了。李健对下属狠狠地打了2个耳光，这出搞笑的痛苦戏已经演完了，记者们都目瞪口呆了。李健和助理趁机溜走了，同时姐夫拿出了3盒花奶接待餐厅门口的记者。美英和她最好的朋友秀妍计划着偷偷穿着校服逃走，但记者们不放过。为了糊弄记者，李龙立刻当众向美英表白，但是这个故事太无聊了，一点吸引力都没有，于是秀妍直接抓住李龙，疯狂地搅动了起来。这个剧情太莫名其妙了，他们一下子就赢得了记者们的热烈喝彩。趁着大家都忙着看热闹，美英也巧妙地离开了，她就去了他们约好的地方，然后就开心地等着李健来了。
但他没想到的是，此时李健出了个意外。就在李健赶往约会地点的路上，助理得知公司急忙召开股东大会，其中股东正计划解雇李健，助理赶紧改变了方向来扭转局面，准备去公司，但李健却硬气的要助理停车，不管别人怎么劝，一定要去见美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神志不清，摔倒了，助理马上把李健送医院抢救。另一边的情况，世罗还看到了李健假结婚的消息，他认为他和李健还有戏份，他立刻坐飞机赶回韩国。当他来到医院的时候，发现李健变化大得让人不认识了。李健对世罗非常热情，而且还说着一些奇怪的话。医生解释后，他们才了解李健的家族病又发作了，他遗忘了一切，现在只记得世罗是他的女友，这让世罗既难过又欣慰。他立刻把李健拉进去，感受到自己炽热的胸肌。同时听说李健生病了后，美英也立刻冲到医院，可是他却发现了李健、世罗幸福美满的景象。就在美英一头雾水的时候，李健就这样拥护着世罗的手，开心的从美英身边走过。美英顿时感到痛在心头，可是却无能为力。之后世罗向美英讲述了李健现在忘记了以前的事情，他已经不记得英美了，只记得世罗是他女友。医生还特别提醒，暂时不要强迫他回忆，否则他的脑子会更兴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美英非常伤心，但为了让家人不担心，她没有告诉妈妈。第二天她去医院问问李健怎么样了，医生叮嘱她别刺激到李健。就在这时，李健突然走了进来，发现他们在欣赏自己的电影。李健很生气，他问医生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隐私告诉陌生人。医生吓得头发都快掉光了，只好撒谎说美英是他的个人助理。于是美英变成了李健的私人助理，这并非他预期的最佳结果，但是可以公开明确的陪伴。李健陪伴他仍然很愉快。然而没多久，李健偶然发现了我和美英的婚姻丑闻，李健一下子就生气了，他马上把美英找来训训了一番。他完全没自信，就放弃了深爱的世罗，选择和美英在一起。他还觉得既然和美英签了离婚协议，那他就照着约定行动，孩子生了就随便他们走。听了之后很难过，可惜没办法。然后李健和世罗毫不掩饰的开始谈恋爱了。但是当他们约会的时候，他们居然碰到了之前的孕妇教练还有胎教老师追问美英方面的事情，这让世罗很生气，所以他催促李健赶快和美英分手，这让李健很纠结。李健回家后，他才发现房间里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，给孩子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孩子的肚子里学习的日记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两人一起学习胎教的过程。看到里面记录的一切，李健突然流下眼泪了，原因不明。他和美英相遇并深深相爱，感情瞬间就闪现思绪中。他终于回忆起了，我其实喜欢的是美英。他急忙驾驶着一辆大金杯前往了美英的家。他本来想上去和美英认一下亲，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了些重要的事情，于是他开车又走了。随后他就找到了医生，问自己身体如何了。医生解释后，他才知道自己突然失忆可能与家族遗传病有关，并且他很可能与自己的亲属有相同的情况，祖辈大约30岁左右就去世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李健非常难过，为了不再让周围的人受伤害，于是他找到了小世和世罗分手，彻底和世罗断了联系。然后他又请了个律师，请律师帮忙起草遗嘱。他们离婚后，孩子全部归美英抚养，还给美英付20亿的赔偿费用。等李健挂了，他的财产将全部传给美英。李健随后就找到了美英，他也表示与美英分手，并决定不再抚养孩子。李健这么做是为了不给美英带来痛苦，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，在他找到美英之前，世罗就已经和美英见过面，而且他还撒了个谎，说李健觉得孩子很烦人。现在李健决定不要孩子了，美英感到非常失望，于是他答应了分手。接着李健就送美英走了。分别时，李健对美英表达了很多鼓励的话。就在美英伤心的走开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李健今天鼓励了他，和之前鼓励他的话一样。他突然发现李健记忆回来了，他便朝李健跑去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辆车把他撞倒了，丈夫立刻傻了眼。随后李健就带着妻子离开了，将美英送到医院救治。他哭着求医生帮他救他妻子，而美英躺在急救台上，不停求医生救救我的孩子。美英说完后就晕了过去，医生赶紧把李健请出来，随后对美英进行了手术救治。李健在手术室外焦急的等待，但没过多久，医生给他传递了一个坏消息，因为美英需要接受全身麻醉手术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无法保住了。李健听后大吃一惊，立刻就坐下来了。此刻李健心如火烧，他默默地等在手术室外，希望美英一切都好。很快美英从沉睡中醒来，她立马问起孩子怎么了，可是李健只能告诉她孩子不在了。美英听后瞬间伤心难过。突然美英的妈妈也来到了病房，看到妈妈来了，美英更兴奋，突然就晕倒了。发生这种事情了，李健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遗传疾病，也许他们一家人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他很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来救回孩子，但这只是虚构的想象。奶奶担心他难过，只能一直安慰他。不久后，美英终于康复出院，他很快就找到了李健，问李健已经想起来了吗？为什么要假装忘记呢？我存在会给李健带来很大压力吗？李健说，不管他是否失忆，他们的结局已经确定了，
美英随即问李健是否可以把所有的事都忘记，然后重新启动。然而李健现在意识到自己有遗传病，可能快不行了，在即将到来的未来会给美英带来痛苦，还不如现在就做个了断。李健毫不客气地拒绝了美英。离婚后，美英就来到了李家整理东西，翻看我写的胎教日记。她和李健的美好回忆瞬间就有了记忆。此刻美英心中的悲伤再也止不住，眼泪涌出如源泉一样。等她情绪好转后，她和奶奶道别了。奶奶也亲身经历过遗传病导致丈夫去世的痛苦，所以奶奶没怎样挽留美英。美英在离开后去看了丹尼尔，希望让他们忘记过去的伤痛。丹尼尔建议美英一起去巴黎学习绘画。以前美英一直被别人左右着，为了开始新生活，同时也为了疗伤，于是美英决定随丹尼尔去巴黎。得知消息后，李健急忙赶去见美英最后一面，最终还是错过了机会。下次他们再见面的时候，已经过了3年，现在已经天差地别了。李健还是那个一言九鼎的霸道总裁，而美英现在是全球知名的画家，而他前夫的公司正巧需要一名画家帮忙塑造产品形象，他的前妻竟然是下属们推荐的画家。李健听后兴奋地站起来了，可是接着他就生气地训斥了弟弟李龙：不行，我前妻绝对不行，他虽然在国际上很有名，但在国内还没被认可。然而他不同意下属的建议，不是不相信前妻的能力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面对曾经伤害过的女人，但李健没有想到的是，李龙却偷偷地和美英约会了，还骗了他来。面对这么尴尬的事情，他立刻对李龙狠狠斥责了一番。然而他的心里其实却高兴得要命。未曾预料到的是，他最终有机会与美英面对面的相遇，拒绝跟他合作的提议，还表示自己身价超出李健的预期。李健听了高兴地笑了起来，立刻透露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，让美英尽管报价。但是美英却说自己已经和李健不一样了，经常见面会让我心情不好，所以希望他们别再见面了。李健听后感到很沮丧，只能放弃合作。由于无法与美英见面，季健只能继续充当购买者的角色，和美英重新取得联系了。他还担起了知己姐姐的角色，耐心倾听着美英的烦恼。就在那一天，他突然听说丹尼尔要向美英求婚，于是他急忙提醒美英要考虑清楚再行动。在他的劝说下，美英也开始动摇了。第二天，李健听说美英要去国外，之前美英提到丹尼尔要求婚的事，李健瞬间就慌张了。他赶忙表示要把画还给美英，和美英约个时间见面。与此同时，丹尼尔还约了美英到一个小剧场，然后丹尼尔开始给美英画沙雕，并回顾了他们认识和了解彼此的经历。这时候李健也来到了剧场，但是他还是落后了一步。此时丹尼尔已经到了美英的身边，单膝跪地向美英求婚。看见这个场景，李健只能遗憾地走了。但是美英没有接受丹尼尔的求婚，尽管他很感激丹尼尔在他痛苦时陪伴他，也很感激丹尼尔成为他生活中的导师。他也觉得如果要跟某人组建家庭，最适合的就是丹尼尔，但他一直没弄清楚自己对丹尼尔是感激还是撒拉嘿，所以不能接受他的求婚。丹尼尔听后很沮丧，但他尊重美英的决定，他还决定以男人的身份接近美英，期待着他再次给他机会，而美英也乐意接受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李健像平时一样来到了美英妈妈的餐馆用餐，没想到这时候美英也来了，美英妈只能赶紧让李健离开，但是美英却阻止了他，场面立刻尴尬至极。李健有什么话想说，然而美英竟要求他别再烦扰他妈妈，所以季健就解释，这只是他和前丈母娘之间的私人感情，和美英完全没有关系，并且下属推荐和美英合作只是出于公务考虑，没有加入任何个人感情。为了证明我不是固执不愿放弃对美英的追求，李健还故意挑衅了对方，如果美英不同意的话，那就是害怕面对自己而选择逃避。没想到一提这个把戏，美英立即就同意合作了。李健高兴得不得了，他马上开始幻想自己当上甲方之后可以让美英马上来的样子。然而一旦美英正式和他签约后，他发现这一切并不容易。李健瞬间变得莫名其妙，美英越来越厉害了。和李健的公司合作，美英开始加班加点设计产品，但是却一直没有找到主题的灵感。于是他就找了李健的助手卓市长联系，能否参观一下公司的花园。接着他就来了，植物园开始搜集创作灵感。与此同时，李健刚好来植物园考察，发现美英来写生后，他一直默默地在远处观察美英。看到美英的画稿飞了起来，他还偷偷上前帮美英捡起东西，然后偷偷夹好，可是差点被发现了。于是他只能假装自己是只鸟，然后我开始模仿鸟叫声。没想到美英的人听到后都非常激动，他也开始模仿母鸟的鸣叫，想引李健这只男神出来拍几张图片。他们开始模仿鸟叫，唱起了山歌，这让美英感到有点奇怪。他立刻绕到了李健的背后，李健吓坏了，吓得魂不附体。美英本打算问问李健为什么总是跟着他正好，就在这时候，天空突然倾盆大雨，于是李健急忙用外套给美英躲雨。尽管他们被淋成了落汤鸡，但却再次感受到了撒拉嘿的乐趣。然后他们就去了植物园的别墅躲雨。这时候工作人员通知了他们，因为刚刚下了场大雨，所以他们不能回去了，只能住一晚了。李健当场咒骂这糟糕的天气，其实他心里挺高兴的。突然
上天又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，别墅停电了。刚才有一道闪电，他们只能用蜡烛照明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李健回想起了他们的经历。听美英越来越觉得难受，于是就起来要走，结果因为感冒发烧，差点摔跤。李健想劝阻他，但是美英却执意要离开。在他们争执中，美英晕倒了。之后，李健整夜照料美英，直到美英好转。美英醒来后，望着疲惫的李健，他又开始摇摆了。但是每次想到李健都把我甩了，他开始纠结了。于是最后只留给李健一张纸条，然后独自离开了。李健感到很沮丧。很快，李龙和卓市长要给美英提供资料，李健碰巧看到了这个。为了一直陪伴美英，他撒谎说这是公司机密文件，不可以就这样辞职，必须让美英来公司查看。于是美英不得不来公司做设计，目的即将实现。李健立刻开始搞事情，他先是带来了一车的保健品和水果，美英累了就多补充一些力量。他又坐在一边专注地盯着美英，这让美英很不舒服，于是就让他走开。李健假装腿痛就能留下来，但是美英却一直呆呆地盯着他看，他只能尴尬地走了。半夜了，美英准备离开公司，面对这恐怖的公司大楼，美英突然觉得有些紧张。突然就这样了，走廊的灯自己亮了，而且他走了，灯就自动亮。他一走到电梯门口，电梯就自动打开了，然后他来到了大厅。他完全没想到的是，租车早就等着呢。美英立刻开心地笑了起来。然而他不晓得的是，季健一直默默地爱着他。他当初是个新入行的画家，但和大公司合作一次就大赚一笔，得到了大家的赞许。然而作为霸道总裁的前夫却没有给出祝贺，反而显得很不高兴，因为这是霸道总裁唯一的原因，重修旧好的机会。他没想到他们的合作这么快就结束了。发布会结束后，等一下，美英马上要走了。这时候李健喊住了美英，他又约美英一起吃饭了，但是美英却再次否决了他。李健早有预感会被拒绝，但他很沮丧。回到家后，美英立马向自己的亲密姐姐表达了感谢，因为是在亲密好友的指导下，她终于有了灵感。然而她并不知道，一直倾听她心事的好姐姐实际上就是李健。然后她和好友告别，她要去巴黎了，希望姐姐能代替她，好好保管她最心爱的画作。听说美英要走了，为了不让美英一个人离开韩国，李健决定画一幅2个孩子的画作，偷偷还给他们。当他走进美英的工作室时，但发现了代表2人爱情的画作。李健突然明白美英一直记得他，此刻他才意识到美英也到了工作室，看见他手里拿着2个小孩的画像。美英突然意识到一直陪伴他、倾听他心事的人竟然是李健，这让美英很生气。他直接问李健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。李健已经知道美英一直这样了，无法忘记自己给他的伤害，所以他决定放弃。于是他对美英说，他这样做只是觉得有趣。而美英则在跟他聊天时鼓励并安慰自己的话是否真心的。为了避免美英再次泛滥，李健只好承认都是假的，劝美英别继续沉迷过去。最后他们分道扬镳。就在美英要走之前，闺蜜秀妍来了看她。美英一直觉得李健和世罗在谈恋爱，没想到和秀妍聊天后，她才知道李健已经3年没谈恋爱了，这让美英感到很奇怪。过一会儿，美英计划把画分开，然而在纸箱里竟然发现看了李健留下的便条，而上面的还是在鼓励她。她立即翻开了他们的，看了聊天记录和纸条后进行对比，她难以相信李健只是装出来的。于是她又去找了一次李健，再次问李健和他聊天时说的话都是真心的吗？而这次李健还是说都是假的。未能得到自己所期望的回答，美英不得不伤心的离开了。她刚进大厅的时候，她找到了李健的律师洪先生，因为洪律师以前是美英的上司，于是他们开始聊天了。听说美英要回到巴黎去了，洪律师想透露李健的隐私，最后还是没说出来。就在美英回到家整理好证件准备出国的时候，她发现了洪律师偷偷放在包里的录音机。听完录音后，她感觉李健对她有些不坦率，不料丹尼尔已经整理好东西了，于是美英只能赶往机场跟随丹尼尔。但是在去的路上，美英却心情低落。丹尼尔全都看到了，他轻轻一转方向盘，车头瞬间变向，然后我们把美英送到了李健家里。他的思想品格如此崇高，就连武大郎和西门庆这样的人见了都会直接下跪效仿。然后美英就去了李健的家，他想找李健弄清楚一件事，但奶奶却告诉他李健不在家，于是美英决定等李健回来。这时他走进季健的秘密场所，这里还有2人购的宝宝用品。这时美英终于明白李的意思，健从未忘记过孩子。然后美英又开始使用投影仪，这是李健的遗言。直到现在，美英终于明白了，他选择分手是为了不给他添麻烦。美英立刻就失去了控制，女人突然放声大哭，伤心欲绝，真希望我早点知道。与此同时，新闻独霸公司的总裁患上绝症，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为了不让自身的健康问题影响到公司的运营，李健开了个记者招待会，并宣布解除公司社长的职务。快点，引起轩然大波。李健的死敌们得意地露出了坏笑。突然发生了这件事，美英突然闯入发布会场地，她大声表达她已经了解李健离开她的原因。为什么李健明明对我有那么深的感情，我却要怀疑他的爱意呢？却选择逃避，而不敢面对。但是现在，
季建已经对幸福没有期望了，他不想再浪费时间学美音，于是他决定再次把美音赶走。但是这次美音已经准备好了合作，李健准备迎接困难，于是就问责李健为什么要为了一种还没发作的疾病而提前心情低落、失望和痛苦呢？李健认为，不管美音是否愿意和他一起面对，他的病都不会改变。然而美音却毫不顾忌，他一下子就把李健拉过来了，然后就疯狂搅动在一起，完全不在乎台下口渴的记者们。于是我决定辞去社长职务，并召开了一场发布会，现在变成了超级虐狗现场。吃喝完，他们就回酒店了。现在李健最终鼓起勇气了，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。此时的李健乐开了花，他觉得美英会对他好一些，没想到美英竟然抓住了他，因为他折磨了美英3年。要不是李健明知故犯、说谎隐瞒，现在他们的孩子都可以去买酱油了。面对这又痛苦又快乐的惩罚，李健立刻上瘾了。他还希望美英惩罚另一方，但美英现在根本不忍心。然后李健就害羞地请美英留在这里过夜再走。没想到美英一拍即合了，李健兴奋的营养几乎追不上去了。接下来就到了休息时间，让李健没想到的是，两人之间的距离超级宽阔，就像通天大道一样。李健问美英怎么回事，美英只是觉得不值得花房租，让李健别乱想。为了靠近美英，李健打算和美英聊一下最近的国际形势。对于这么有趣的话题，我感到很兴奋。美英转眼间精神焕发，李健和美英继续聊天，聊起了全球变暖，很快就聊到了现在的天气情况。为了解决房间空气太干的问题，他们立即决定互相喝水。就在两人准备亲吻时，李健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李健突然发脾气了，为了保持这浪漫的氛围，李健还是接了电话，问了一下才知道，原来是他们在发布会上随便说的。这个爱情故事太感人了，全国人民感动了，公司也度过了危机，理事会暂时不同意李健离职。总之目前形势很好。李健却大怒，立即挂断了电话，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比喝水更重要的事。接着李健像泰迪一样跑到了美英身旁，没想到美英已经累得睡着了，季健只能跟着安静的睡觉了。第二天两人就碰到了王会长，他们向王会长表达了继续前进的意愿。王会长听后非常关心美英，因为他不想重走美英的老路，但是考虑到他们的深厚感情，王会长最终还是妥协了，但必须得到美英妈妈的同意前提。他们对奶奶的要求非常有信心，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懈，一定能打动美英的妈妈。然而他们刚刚决定在一起，美英妈妈马上反对了，霸道总裁跟前妻私奔了，竟然和前妻的闺蜜互换了住处，然后把自己960万豪宅转给了闺蜜。面对这么霸气的决定，闺蜜秀妍太高兴了，她马上把所有行李搬到了李健家。但是她高兴起来并不是因为住进了豪宅，但是现在她终于能够和自己配对了，喜欢的小鲜肉李龙和住在一起。她已经做好了让这段姐弟恋变得稳定的准备。骄傲的李龙妈妈听了这个消息后，农家肥差点让人吓个半死。同时李健和美英把秀妍的家装修得很棒，开始享受私密的2人时光。然而没人预料到的是，第二天到来时，李健因为遗传病反复发作，再次失去了记忆。为了让李健记起来，美英开始尝试不同方法来介绍自己，最终结束。美英气得生气不行，直接打了过去。这时李健终于醒了过来，原来只是个噩梦，但现实比噩梦还可怕。迄今为止，他们还没能得到美英妈妈的批准。为了让美英妈妈同意，李健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假期，然后他每天都带着礼物去美英妈妈的店里，不断变着法子让美英妈妈高兴。但是美英的妈妈一旦了解李健的情况之后，由于遗传疾病的存在，可能随时离世，她变得非常坚决，坚决不同意女儿去忍受这种困苦。李健也很能体会美英妈妈的感受，所以他决定坚持下去，打算一直努力，争取得到美英妈妈的同意。美英的妈妈看到他不愿意放弃，于是就一番费心的劝说李健，我一直把李健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，将来也会一直这样对待他。但是他真的不行，眼看着美英自愿跳进火坑，她本来就是个寡妇，她深知这条路坎坷又痛苦。李健听完后非常失望的走了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他第二天就出现在了美英妈妈开的理发店里，然后开始给美英妈妈、邻居们买保健品，然后就开始给左右邻居大肆称赞。听了之后，所有大妈都笑得很开心。等李健走后，大妈们都夸美英妈妈找了个好女婿。美英的妈妈听后感到很矛盾，看到李健为了说服他妈妈而费力不讨好，美英非常担心。她给李健做了一碗超好吃的海鲜泡菜拉面，全球都为之震惊。面对这么好吃的食物，李健不想一个人吃掉，于是他们俩一起分享了起来。没想到的是，他们竟然做了同一量。此刻撒拉黑的气氛超级热闹的，于是他们立刻疯狂地亲吻在一起。这个吻的力量让他们顿时变得充满活力。第二天到了，美英和李健一同说服妈妈，为了证明我很健康，李健立刻就开始跳起了钢管舞，而且是双管的。看到美英的妈妈还是不信任，李健和美英一起做仰卧起坐，感觉很甜蜜。这一番操作完成后，两人累得要命，但就是不敢停下。虽然美英的妈妈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，但是看到他们如此亲密后，她还是很感动。第二天就来了，她就叫李健去了店里，并正式同意了李健和美英重修旧好。面对这么开心的事情，母子俩立刻开心地跟着凤凰传奇起舞。不久后，
两人又再次结婚了。然而没人预料到的是，婚礼当天，两人竟然突然消失了。这对新婚夫妇正在享受甜蜜的蜜月期，然而他们却在去酒吧放松的时候遭遇了意外。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偷了一个袋子，海克斯科技给了酒保，接着酒保就开始干起了重活。两个鸡尾酒放到他们的桌子上，刚结婚的夫妇毫不知情，一把喝完整杯鸡尾酒。成功的阴谋幕后黑手立刻得意地笑了起来。很快，海克斯科技受到了青睐。美英一边靠墙一边走，摇晃着回到了房间，但是计件很快就垮掉了。他很快就喝得目眩神迷，一边向墙上的画招手，一边快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但是因为脑子乱了，他却弄错了房间，折腾了好久，还是打不开房门。卓市长和李龙看到后立即跟上了我的身后，他们立刻告诉李健进错房间。在他们的协助下，李健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路，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。等他回到房间后，因为海克斯科技真的很牛气，李健迅速入睡，两人的婚夜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度过去了。第二天到了，看到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两个人都急得不得了，这就让他们瞬间回忆起了3年前在澳门的事。当时他们两个也是莫名其妙的住了一晚。就在两人云里雾里的时候，李健终于想起自己昨晚进错了房间，当时就是卓市长和李龙帮了他。李健立刻怒目敲对门，他们俩真的在捣乱。李健气得要炸了，马上问他们为什么要坏了自己新婚之夜的氛围。而卓市长和李龙也很不开心，这全都是王会长策划的。就在刚才，李健和美英打算在办婚礼，王会长听到后很开心，催李健快点生个孙子给他。但是李健觉得他们的甜蜜时光还不够，所以他想等到半年后再考虑。王会长听后坚决反对，他心里只想快点当奶奶，因此祖孙俩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。于是李健直接办完婚礼后就和美英消失了。为了让李健受到教训，王会长只能让卓氏出发，长和李龙一起参与了海克斯计划。了解事情的经过后，李健不及美英有力气，他想让他们被酱油淹没，让他们体验一下科技和努力的滋味。庆幸李健阻止了他，两人的浪漫洞房夜晚被打破了，但他们很快就振作起来了。他们继续过着甜蜜的生活。随着撒拉黑气氛的升温，他们又疯狂地纠缠在一起。但接下来的情节无趣，我们直接忽略。2个月之后，李健和王会长在医院门口焦急地等候。不久后，美英传来了个好消息，她竟然怀上了双胞胎。李健和王会长听后欣喜非常，同时李健也惊讶地发现，他盼望已久的独处时光就这么落幕了。然后过了3年，李健又去医院检查，结果仍然很好，他的遗传病已经治愈了，他现在可以放心地过好自己的生活了。李健听后非常高兴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便开始幸福地与家人一起生活，他们的故事也就此完结了。故事结束时，丹尼尔找到了和他失散多年的妹妹，他的妹妹就是李健的前女友世罗。他们失恋了，但亲情却陪伴着他们。李龙和秀妍正式见了双方家长，这时候李龙他们才明白，秀妍其实是个有钱人的女儿，大家瞬间都很开心。而美英的妈妈还和秃头小宝贝开始恋爱了，享受幸福的晚年爱情。